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最前线，我是小坤。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有2个小学生后来竟然成为世界著名的独裁者，拥有强大的权力，同时头上也戴了很多肉麻和夸张的绰号，变成了世界著名的头衔王。这2个人分别是当今的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冷战时期罗马尼亚的共产党党魁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是中共的好朋友，他只读到了小学毕业，大约11岁之后就彻底辍学了。但是他在国家体制内担任了10多个官衔，包括罗马尼亚终身总统、最高军事统帅和全军总司令等。他将所有的武装力量与秘密警察的绝对指挥权集中于一身。同时，他在掌权期间将个人崇拜推向了极致。通过官方媒体为自己冠上了大量极具宗教色彩、神话色彩与极端夸张的头衔，例如什么人类的大脑、卡尔巴千山的雄鹰、思想的巨匠、光明的灯塔、天才的导师、世俗的上帝等等。一个小学生给自己戴上这些帽子的时候，他都不怕老百姓会笑掉大牙。而齐奥塞斯库的妻子埃莲娜·齐奥塞斯库连小学都没能正常毕业，官方却利用国家机器为他虚构了全套学术履历，让他获得高分子化学博士学位，甚至后来成为罗马尼亚国家化学研究所所长、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掌控了全国的所有科学研究基金会和学术评审权。其实罗马尼亚民间都知道他对化学一窍不通，而他也经常闹笑话，他连基本的化学分子式都读不对，常把高分子化学术语念错。把大家的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聚沙成塔，积水成渊，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发酵，婚恋交友、老人瞻仰、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操心事做了。错把赡养读成瞻仰。广大澳门同胞发自内心拥护一国两制，认同一国两制是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精细、精慎、细腻的功底化，精湛念成精慎，清官易道，通商宽衣，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颐使气指的教师爷。现在我们来聊一聊中共党魁习近平，他在给自己造神这方面和齐奥塞斯库相比的话，有过之而无不及。习近平的官职头衔多到令人震惊，连西方社会都给他起了一个英文外号 Chairman of Everything， 翻译成中文就是万能主席。美国前总统拜登曾经公开把习近平叫做独裁者，因为习近平除了手握3大最高权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还设立大量的中央领导小组和中央委员会，全部由自己担任组长，当中包括了军事与安全、经济与财政、宣传与网络安全、外交与涉外事务、港澳与政法、党务与组织等，只要你能想到的领域，他都是。习一个人就在党中央霸占了20多个茅坑，但是最高领导人个人的精力、知识结构和时间终究是有限，无法同时处理巨量的专业政务，导致重大决策容易出现延误或盲点。中共中央20多个小组关系到国家的经济、网络、外交、国防、审计、法治等多个方面的运作，都必须等候习近平发出指令。他的肩头压上这么多的重担，恐怕忙得连换肩的时间都没有，这就造成该拍板的时候拍不了，重大政策动不动就延误、打架，常常引发执政体系集体瘫痪。例如，从新冠病毒疫情的延迟处理到外商大量撤离，每年1000多万大学生毕业及失业，新生人口骤减等等，诸多关系到国家经济和民生的决策上，官方的反应总是迟缓的，动作总是慢吞吞。
并且出台的政策也不起作用，都是空喊口号。只要习近平不发话，那20多个小组就一直处于等待状态，官员们都不敢动。中央如此，各个省市县的官僚们为了不犯政治错误，也都以中央为榜样，全都养成了上面不发话，下面不敢动的习惯，常常一片集体躺平。在进入今天更深层的讨论之前，我想感谢我们节目的赞助商普瑞堂玄宝黑参。如果您平时工作忙，经常熬夜，或是希望日常做好身体的保养，不妨了解一下普瑞堂的玄宝黑参。它是采用9针9铺纯手工古法制成，完整保留人参精华，深受很多海外华人朋友的喜爱。现在购买普瑞堂商品满500美元，即可获赠一根9针9铺纯手工古法制成的玄宝黑参原参，多买多送，单笔满3000美元再加赠一颗特级原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评论区链接订购，并输入优惠码 RMB888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2016年杭州G20峰会，习近平在演讲中外弄典故，把清官一道、通商宽农念成通商宽农。任何人都可能犯错或口误，但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习猪头，按官方媒体说法，中国人民的开创性的领导人，伟大斗争中形成的党的核心，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有担当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众说军队和国防的统帅，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怎么可能犯错？于是网上出现平地狂潮，许多人被删帖封号，还有人因此被派出所请去喝茶，更有因为叫习近平维系包子的被以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罪被拘留、逮捕、判刑。习近平的通商宽衣一度成为中国政坛头号大事件。习近平因为身体肥胖、步履缓慢，离开小本本连话都不会讲，这个形象和卡通维尼十分的相像，所以被网友戏称为维尼帝。而他篡改宪法强行连任的做法也令人不齿，民间出现了大量嘲讽他的言论，这使得习近平更加疯狂地进行舆论监控。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历史上的独裁者都有一个极度矛盾的病态心理，一方面他们恨不得把天下所有的好词全都贴在自己的脸上，把自己吹成千古一帝、全能导师，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度玻璃心，连民间一句吐槽、一张梗图，甚至一个谐音字，都能吓得他们连夜睡不着觉，动用国家机器去封号抓人。这种极致自大加极致自卑的双重套路，说白了就是一场荒谬绝顶的自嗨式统治。为了维护这个英明神武的神话，他们下死力气封民众的嘴。齐奥塞斯库颁发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为了稳定政权，齐奥塞斯库聪明的大脑灵机一动，又颁布了打字机法案。任何的罗马尼亚人想拥有打字机，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成为打字员也必须领取执照。所有的打字机打出来的字都必须上报给警方审批。在齐奥塞斯库看来，文字作为思想的载体，如果民众掌控了文字，不仅会危及谎言的存在，甚至还会消解政权的稳定。如果他控制了文字，就可以改写现实，控制了文字，也就控制了思想。一个思想被控制的人，才是一个完美的奴隶。这个法案规定，当时的罗马尼亚人想拥有打字机，必须得到警方的许可，成为打字员也必须领取执照，所有打字机打出来的字都必须上报警方审批。在齐奥塞斯库看来，文字作为思想的载体，如果民众掌握了文字，不仅会危及谎言的存在，甚至还会消解政权的稳定。如果他控制了文字，就可以改写现实，控制了文字，也就控制了思想。一个思想被控制的人，才是一个完美的奴隶。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因为中共也是这么干的。习近平兼任20个职务，那么他应该是忙得连睡觉都没时间吧？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习自从上台至今12年间出版的书籍超过1000万字，每次伴随习近平的书籍一出版，中共官方就下命令，全党全军全国学校公款采购，全国的在职职工也要买书学习，上班必须上交学习心得，甚至连幼儿园的小朋友也要学习习语录。这样的操作，除了习近平个人获得天文数字的出版税之外，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
中央党史和文献出版社以及各省的新华书店系统，依靠行政指令获取了每年数以亿计的保底包销订单，而所有的支出全部由韭菜们买单。在中共的官方大宣传体系中，习近平的尊称、头衔和宋词在数量、规格和涵盖面上和齐奥塞斯库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官媒和中共的红头文件中，习近平拥有很多称号：党的核心、人民领袖、新时代总舵手、定于一尊、开创性的领导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有担当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帅、大国领袖、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具有历史自觉和担当的领导、一带一路的总构想师等等。然而，这些歌颂式的称号与习近平的小学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却正好相反，在老百姓看来，恰好是对习的嘲讽和羞辱。习近平上台后，其一系列政策大幅颠覆了邓小平时代确立的路线，如废除任期制、强化党控、打压民企、加强言论审查、修宪连任等等。对此感到失望的专家学者和广大网友给习近平起了数不清的外号，例如习近平、总加速师、小学博士、通商宽衣帝、包子、庆丰帝、习壳郎、扛麦郎、猪头、草包、200斤等等。其中倒车帝是批评习的政策正在让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全面退回毛泽东时代，而总加速师或加速帝则是暗喻习近平相继出台的强硬措施，其结果都是加速共产党体制内部矛盾的爆发，加速共产党崩溃与灭亡。这个外号一出现，就快速被全世界采纳。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曾多次提及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感叹苏联解体时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人出来抗争。齐奥塞斯库在短短几天内从万民欢呼变成被枪决的阶下囚，让中共高层意识到集权政权看似坚固，实则极度脆弱，坍塌往往发生在一夕之间。好了，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您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留言区写下您的想法，也请帮忙点赞、订阅并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